按理说酒吧一般在夜晚开门，但是老谋子有一群忠实酒友，所以他不介意早上6点就开门，只求这群酒友玩得开心。而老莫一群人这么早来，就是为了看自己喜欢的橄榄球队比赛。虽然每次都被干爆，但是聚在一起吐槽还是爽的。这才只是中场休息，水牛队就已经被猎豹队零封了。老莫笑嘻了，自己早就料到这手，所以在猎豹队身上压了钱，感觉这一波自己得赚到手软了。凯尔不怕，依旧坚持给水牛队下注。老谋子其实对于下注赌球这种行为很不看好，因为赌博一沾就完了，自己这点小钱还是留着没事吃点好的吧。赌博都是大人物做的事儿，比如一代骄马。兰妮和老莫都觉得小赌怡情，不如试试看，几块钱买个爽不好吗？老谋子禁不住魔，决定赌个1块的试试水，这样输赢也没有情绪起伏，免得太激动了。但就这1块钱，老莫从老谋子手里扯出来也不容易。老莫一拿过来，就像是生怕他反悔了，马上就在海象博彩上给他下单了。平常总是对这些不在乎的老谋子，因为这1块钱也开始牵动情绪了，表情和心情都跌宕起伏的，肾上腺素飙升。比赛一焦灼，一包烟都下肚了，是真下肚，不是抽的那种。一场比赛下来，他急的是夜卧下雨，冷汗蹭蹭的，眼看着就要输了，他干了这一辈子最蠢的事儿，半路开香槟，砰的一声，对手直接1分反超，老谋子人都愣了，不是谁赢了谁又输了，他这1块钱直接白给，气得把刚洒出来的香槟都给捯饬回了瓶子里。凯尔觉得老谋子太小题大做了，就1块钱至于吗？老谋子觉得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是自己给了这1块钱，就等于把脸放到了桌子上，输了不就等于给了自己一大耳刮子吗？他气急败坏的将所有人都给赶了出去，只有角落里的拉里纹丝不动，哪怕拖把糊脸依旧面容憔悴，和丢了魂儿似的。几人意识到不对，凑了过去，随着噗呲一声，拉里就这样在几人眼皮子底下死了。转天辛普森一家就来到了殡仪馆参加拉里的葬礼。其实老莫不太喜欢葬礼这种仪式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，万一有灵魂还得看着大家围着自己哭，多难受啊。马杰让他不要再抱怨了，毕竟他和拉里这么多年感情。说话间，几人已经走进了殡仪馆，偌大个殡仪馆安静的吓人，只有第1排的座位上坐着个老太太以及紧随其后的3傻，看来出席率确实低。俩孩子坐着也无聊，打算去隔壁看看别人的热闹葬礼。春天真不大，隔壁就是老实人船长，他在为自己的小鹦鹉波利念诵悼词。就算是这边入座率都高的吓人，每个船员都将波利看作了伙伴，哭得伤心欲绝。8载2人顺路继续往前走，是尤尼斯的葬礼。阿条市长正为阿姨能够自然死亡而感到欣慰时，台下的小萝卜特猛地站起来指责他狗屁自然死亡，尤尼斯死于毒疫苗。阿乔痛斥他是加入耻辱，没有开口说话的权利。这边打得火热的时候，那头的提姆姗姗来迟，他连死者是谁都不知道，还得临时去问，毕竟要赚钱嘛，不可成。见到对方是在老谋子酒吧混日子，悲伤秃顶酒鬼，提姆立刻情绪就上来了。老莫这人呢，是社区里受人爱戴的顶梁柱。马吉一听就知道完蛋，提姆以为死的是自己老公，老莫却一点都不痛苦，自己死了才能听到好话，那不如不提醒他，继续听好话呢。结果提姆还是看到了台下的老莫，老莫尴尬极了，提姆也尴尬，火速将拉里的妈妈艾瑞斯请了上来。艾瑞斯记得儿子在生前最爱提的就是他的好友们，如果可以听到他们提起儿子的美好回忆，自己这颗摇摇欲坠的心或许能够感到一丝温暖。4人组互相推让，你来我来，结果都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看老太太满脸期待，提醒他们可以聊聊拉里最爱的垂钓，几人只能轮番上阵，嘴皮子吧嗒吧嗒的编了个钓鱼王拉里的故事，接着火速滚下台。马基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非常的不理解，为什么你们几个人不能花时间去了解一下拉里这个人呢？老谋子觉得至少他们来了吧，8年那老小子还找了个理由没来呢。虽然这么说很残忍，但老谋还是告诉马基，拉里就是没法融入到他们的兄弟连中，因为他们4个的友谊坚不可摧。马基觉得不是拉里不融入，是他们一直在排外，他只是想要人类简单的交流，却这样孤独的死在了酒吧里。一句没人爱他，让4个男人陷入了内疚中，过去的记忆涌入脑海中。对呀，从没人在意过那个坐在角落里喝闷酒的男人，他们的亲密与热闹或许成为了刺痛他的匕首。被朋友们遗忘的男人，最终被生命遗忘在了时间尽头。老莫觉得他们4个该反思一下，这样做是不是真的非常糟糕？马基向来知道这几位不靠谱，但最让他失望的是，给人印象善良的莱尼居然也是这种人。艾瑞斯追出来递给了他们拉里的笔记本，里面夹着5人在宁静瀑布前的合照。莱尼提议将拉里的骨灰带过去，让他的灵魂能够在记忆中的地方安息。5兄弟说走就走，途中还在汽车旅馆住了一晚。莱尼的本意是好的，但几人都觉得他有点用力过猛了。拉里已经死了，他坚称拉里的灵魂还在他们身边徘徊，帮助老者吹灭蜡烛，帮助花滑运动员起跳，帮助小姑娘给热汤降温。卡尔是典型的唯物主义，觉得这纯属胡扯，人死只会化作宇宙能量，直到意识重生。老谋子不用说，典型的悲观主义者，死了就是死了，除了无尽黑暗一根鸡毛都没有。老莫则是不必说，满脑子都是死后上天堂，和拉里一起吃香的喝辣的看球赛。
美美当个小天使不好吗？莱尼只觉得聒噪，抱着拉里的骨灰盒就放进了厕所里。第二天上厕所的老莫伸懒腰的时候给人碰掉了，他紧张的将骨灰赶回去时，发现里面夹杂着好几个怪东西。他不是货，老谋子是货呀！这一看就是货真价实的蓝宝石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小子肯定靠这一招往北部边境送了很多好东西过去。不过好消息是，他们要发财了。老谋子打算和老莫两人私吞这笔财富，为了说服老莫，还专门点出了两人的经济问题，尤其是老莫肩负着老婆和3个孩子。老莫就这样被说动了，于是接下来的旅程都将对另外2位朋友撒谎。老莫在后排简直如坐针毡。卡尔忽然发现他们行进的路线不对，莱尼表示他这是专门走的风景优美路线，给拉里也欣赏沿途的花朵。那不行啊，卡尔本来就不想参与这场多出来的旅途，着急回去和女朋友约会呢，这样搞是闹哪样？整自己心态吗？不是。说完就开始夺方向盘，眼看着拉里的骨灰盒四处乱跑，老莫子一脚急刹，阻止了灾难的发生。莱尼也很抱歉地说自己马上就回高速路上。卡尔也冷静了下来，觉得他们的确该为拉里做些什么了。结果话音刚落，莱尼的一脚油门就把拉里给甩了出去，骨灰和蓝宝石洒了一地。这下4人都知道拉里的骨灰里有蓝宝石的事了。2人对于他们的隐瞒行为感到抱歉，偏偏老莫这嘴皮子又没老谋子会说，一下子就背了背叛好友的黑锅。4个基友还没大打出手，一名警察举着枪走了过来，告诉几人因为违反珠宝走私罪，他们几个都被捕，塞进了前车厢里。于是，一场漆黑的骂战就此展开。话题从宝石一直延展到了之前的taco大会。卡尔得到了1整年的白嫖卷饼套餐的机会，却从没邀请过别人。更扯的是，那首诗还是莱尼写的，他受不了莱尼的鸭子声，不唱还好，一唱老莫也受不了了。而歌词里被贬低的碎贝壳，又好巧不巧是老谋子的最爱。4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明争暗斗，卡尔一句话却给众人点醒了。难道不喝酒的4人组就是这样的吗？除了喝酒，根本没有一起玩的理由。而可怜的拉里居然还想要加入几人，当做对生活的唯一期望，真的太蠢了。一时间车厢里安静了下来，他们猛然听到了刚才那名警察打电话的声音。原来那家伙根本不是警察，而是黑老大手下的打手。找到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抢走那些蓝宝石。黑老大知道老莫几人就是二傻子，不可能知道这些地下黑暗产业的消息，所以不留后患的处理事情，他们几个放了就好。结果那名打手只听到了不留后患几个字，生命受到威胁的几人瞬间抱作一团。他们开始回想昨晚睡前讨论的死后事件，细想还是老莫那个最好。现在祈求主原谅自己还来得及吗？车子停下了山道口，老莫慌乱中摸到了身后的一把信号枪，车厢盖一打开，他就开了枪。结果因为后坐力，连人带车一起滑了下去，以一种微妙的平衡卡在了悬崖口。此时他们4人的体重是平均的，不会掉下去。但要是有一个人自私的跳出去，那其他人都玩完了。考验人性和友谊的时刻到了，4人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抱在一起，不愿意去的那个自私鬼。眼下他们得想个办法一起跳出去，不然就是4个人一起进入死后的世界了。司机有倒数着3、2、1，一起跳出来，劫后余生的快乐萦绕在3人脸上。为啥是3人？因为老莫这个傻蛋以为倒数结束后还得喊一声跳，他大喊着求同存异，就这样消失在了几人眼前。打手望着山坡，寻思他们4个肯定活不了了。正准备离开时，信号枪崩断的树枝压倒了他，拉里的骨灰盒顺着坡往下滚，卡在了疾驰的汽车轮胎上，救下了已经绝望的老莫。3人将骨灰盒拔了下来，又扶起了老莫。抬头一看，才发现他们到了宁静瀑布。开始拿出照片的瞬间，才发现这不对呀，和照片完全不一样。老莫细看才知道，目的地根本不是什么瀑布，而是老谋子酒吧。这一路上也不算白来，毕竟几人的友谊更加深厚了。这都多亏了拉里，他们带着拉里回到了他心之所向的地方，一切都走向了正轨。只是拉里骨灰里的蓝宝石不见了，或许是被打手拿了吧，大家都不在意了，只有老谋子知道什么叫做肚子里有货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一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小群我们再见。